互联网上总有人笑话舔狗，说什么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可你知道吗？这群被人嘲笑的舔狗们，曾经撑起了一个惊人的万亿级消费市场。就在前几年，他们还是无数商家眼中的香饽饽，是奢侈品专柜的大金主，是高端餐厅的常客，更是那些主打仪式感商家的衣食父母。什么是舔狗？说白了，就是那些为了讨好心仪对象，愿意花钱又从不讲价的年轻人。在他们的世界里，爱情值得投资，面子必须顾及。一个生日可以花掉半年积蓄，一次约会能刷爆信用卡。别觉得夸张，这就是曾经真实存在的舔狗时代。你看看他们的标配，每个节日必须转账说节日快乐，少则520，多则1314。LV、Gucci、香奈儿轮着买不带重样。米其林3星餐厅一顿饭上万，那都是常事。钻戒好几个月工资，那也得咬牙买下去。看电影，票价贵不贵无所谓，重要的是约会气氛到位。就是这样一群败家子，养活了多少商家，撑起了多大的市场。但是今天一切都变了。一、触目惊心的市场数据。2024年的平安夜给整个消费市场当头一棒，全国电影票房只有可怜巴巴的3851万，连普通工作日4691万的水平都不如。要知道，在2017年的巅峰期，这个数字足足有现在的10倍。什么概念？我给你算个明白账。以前平安夜，随便一个想讨好女生的男生都得这么安排：下午先去商场扫荡一番，买个限量版香水或者包包，怎么也得花个小几千。傍晚找家米其林餐厅吃顿饭，人均500起步，那都是保守数字。吃完饭看场电影，虽然票价贵得离谱，但为了氛围也得掏钱。最后再开个5星级酒店，又是小2000没了。一晚上下来，一个舔狗轻轻松松就能创造上万的消费。全国几百万、几千万的舔狗一起发力，那市场得多热闹。可再看看现在的惨状，2024年全年电影票房才420亿，比去年整整少了130亿。平安夜票房3851万，连普通工作日都不如。整个圣诞期24-25号加起来才7700万，创下近10年最差纪录。情人节520，七夕这些传统表白节日更是全线崩盘，票房跌幅超过60%。这市场惨到什么程度？连张艺谋和成龙都坐不住了，纷纷出来呼吁请到电影院看电影。这是搁在前几年谁敢想？国内影帝、导演都得求着观众走进影院，这市场得冷清到什么地步？但电影院的遭遇只是个缩影，整个高端消费市场都在经历寒冬。先看餐饮业，上海的米其林餐厅开始推出200多的穷鬼套餐，要知道以前这价位连门都进不了。去年5月，上海还有2700多家高端餐饮店，到今年7月竟然倒了整整一半。那些动辄400-500一顿的网红餐厅，现在天天打99抵300的折扣券。日料店的日子更不好过，以前上千的套餐，现在298就能吃到，简直是跌到谷底。奶茶市场的惨状也让人心惊，短短1年时间，全国关门了20万家奶茶店。就连喜茶、奈雪的茶这样的头部品牌，市值都蒸发了超过60%。1线城市的奶茶店关店率超过40%，2、3线城市更惨，有的地方关店率高达70%。商场里的奢侈品专柜简直惨不忍睹，导购比顾客多早已成了常态，哪还有以前节假日排队的盛况？ LV、Gucci 的销售都开始主动加微信推销了，连香奈儿、爱马仕的限量款都成了平价商品，想买随时都有货。这种场面
在几年前简直无法想象。二、崩盘背后的3大致命打击。一、消费心理的根本转变。要理解这场崩盘，我们得先看看年轻人的消费心理是如何变化的。以前的逻辑简直可笑，约会就一定要选高档场所，仿佛不去米其林就显得不懂浪漫，送礼就非得是大牌，好像便宜一点就代表不走心，每个节日都得隆重对待，不然就是不够重视对方。总之，只要能让对方开心，花多少钱都无所谓，为了爱情嘛，不寒碜。每到节假日，那些所谓的仪式感消费简直成了甩不掉的必修课。情人节，提前1个月就得订好米其林餐厅，晚了就只能喝西北风。520，那必须得准备个让人惊喜的大礼，不然怎么证明你的诚意？七夕要是敢不表示点什么，那简直就是死罪。至于平安夜，不来个烛光晚餐加电影院，那还叫什么圣诞节？搞得每个节日都像考试，稍有不慎就会考砸，惹得对方不开心。但现在年轻人，特别是男生们终于醒悟了，他们逐渐认识到，花钱和真爱根本不能划等号，砸再多钱也换不来真挚的感情。那些动不动就要礼物，总拿物质衡量感情的人，本质上永远只会在意物质。几年下来，无数人都吃过亏，眼看着自己一掷千金讨好的对象，转身就投入了下一个更有钱人的怀抱。更重要的是，大家开始意识到面子这东西根本不值钱，与其花大把钱去讨好别人，不如把钱和精力用来充实自己。为了面子挥霍，到头来只会落得两手空空。真正的品味从来就不是用花了多少钱来衡量的，那些只会比拼物质的关系，迟早会让人身心俱疲。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看重性价比了，他们发现同样一笔钱，与其花在一顿吃了就没的高档餐，不如买台能玩几年的游戏主机。本来准备在米其林餐厅挥霍的预算，完全可以置办一套健身器材。那些原本用来送礼的钱，拿去报个培训班，考个证书，不仅能提升自己，还能在职场上加分。这种消费理念的转变，才是真正的成熟。二、市场生态的连锁反应。这种消费心理的转变，直接导致了整个市场生态的崩塌。让我们看看传统节日的消费链条是如何崩塌的。以前过节，第一步自然是发个红包，动辄520、1314的转账打底，寓意我爱你，一生一世。现在呢，红包金额一路跳水，变成了1.14、5.20这样的象征性数字，甚至有人开始发0.01的红包来调侃这种行为。支付宝和微信的红包流水自然也就大幅缩水。接下来就是送礼物了。曾经的 LV、Gucci 包包是标配，化妆品专柜的限量款必须提前预定。如今倒好，奢侈品店里导购比顾客多，化妆品专柜门可罗雀，那些号称限量的产品都成了积压的库存，不得不低价清仓。晚上的重头戏当然是豪华餐厅，米其林3星顶级日料，不花个小1万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现在这些高档餐厅为了生存，纷纷转型，米其林餐厅改卖便当套餐，日料店打起了折扣战，那些网红餐厅更是挨个倒闭，场面着实凄惨。吃完饭自然要去商场逛逛，看个电影。这个环节现在也遭了殃，购物中心的客流量断崖式下跌，电影院的上座率创下新低，商场里的品牌店铺一家接一家关门大吉。曾经热闹非凡的商业中心，如今冷清得让人心慌。最后的收官之战，酒店住宿同样好景不再。5星级酒店开始打折促销，
那些专门为情侣设计的主题套房改成普通客房，就连往年一房难求的节日档期，现在都是大把空房。整条产业链从头量到尾，没有一个环节能幸免于难。这就是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环节崩了，整条产业链都得抖。商场没了情侣，餐厅就少了客源；餐厅没了氛围，商场就更冷清。一冷清，更多商户就撑不住要撤店。如此循环往复，最后就是一地鸡毛。2024年的这个平安夜就是最好的例子。商场里冷冷清清，餐厅生意惨淡，电影院门可罗雀，酒店房间大量空置。这就是舔狗经济崩盘的真实写照。一个靠着年轻人冲动消费支撑起来的市场，在消费者觉醒之后轰然倒塌。回过头看这一切，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改变到底是好是坏？从商家角度看，自然是坏事。一个原本躺着就能赚钱的市场没了，谁能不心疼？但从年轻人角度看，这何尝不是件好事？不再盲目跟风，不再为面子花钱，把省下来的钱用在自己身上，这才是更理性的选择。毕竟，正如那句话所说，舔狗舔到最后，往往一无所有。与其做舔狗，不如做个明白人。舔狗经济大崩盘，新旧势力的此消彼长。当一扇门关上，另一扇窗就打开了。这句老话用在当下再合适不过。当我们哀叹舔狗经济崩盘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市场从来不会消失，只会转移。那些曾经用来讨好异性的钱，现在都流向了哪里？让我们顺着这些钱的流向，看看新消费市场的变迁，新消费势力的崛起。游戏产业无疑是最大赢家。从2019年的2308亿到2024年的3257亿，短短5年增长了近1000亿。这增长得多疯狂！光是黑神话、悟空一款游戏的预售就突破了80亿，相当于2024年平安夜电影票房的20倍还多。为什么？因为那些曾经攒钱给女神买 LV 包的男生，现在都在给自己配游戏装备。一台顶配游戏本加上各种外设，轻轻松松就要花掉2万多。但人家心甘情愿，因为这可是能玩好几年的东西，不像买个包送人，转手就没了。Steam 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国区用户在过去5年里翻了整整3倍，游戏购买金额的年增长率超过 40%。高端游戏装备的销量更是节节攀升，各大电商平台的游戏外设专区天天爆款不断。更有意思的是钓鱼产业的崛起。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老气横秋的运动，居然成了年轻人的新宠？全国钓友人数已经突破 1.4 亿，其中25到44岁的年轻钓友占了将近一半。更夸张的是，在新增钓友中，90后、00后的比例已经超过了 10%。整个产业的年产值达到300亿，增速完全不讲道理的超过了 GDP。 走进钓具店，你会发现这完全不是个便宜的爱好。入门级的鱼竿从几百到几千不等，顶级装备动辄上万，再加上饵料、配件、专业服装，一套像样的装备下来，随随便便就要大几千。但这帮昔日的舔狗们觉得这钱花得值，因为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享受到钓鱼的乐趣。最重要的是，这是真真正正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健身产业同样在这波浪潮中赚得盆满钵满。健身房的会员人数每年增长超过 30%， 私教课程预约爆满，健身器材的销量更是节节攀升。原来那些为了约会时能穿得更帅而买奢侈品的男生，现在都在为了练出好身材而买蛋白粉和器械。摄影器材市场也迎来了春天，相机销量同比增长 25%， 镜头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连后期制作的培训课程都供不应求。以前花几万块给女神买个包，现在该买相机自己玩去了。传统产业的寒冬与新兴市场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约会产业的全面溃败。电影院的惨状已经不用多说了。为什么电影院会这么惨？因为他们失去了最优质的消费群体——情侣观众。这个群体有多重要？想想看，约会看电影的情侣从来不会在乎电影票多贵， IMAX 还是杜比厅随便选，也不会太在意电影质量，因为重要的是约会的氛围，不管好看难看都会看完，看完还要在朋友圈发个合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消费频率奇高，每逢节日必看，周末约会必选，一年下来轻轻松松10几次。但现在这群人没了，电影院自然就变得门可罗雀，高端餐饮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人均消费500元以上的餐厅生意直接腰斩，那些主打仪式感的网红餐厅更是纷纷倒闭。上海的数据最触目惊心，高端餐饮在短短1年内关店率超过 50%。 北京三里屯的网红餐厅倒闭潮，深圳各大商圈餐饮业的全面萧条，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残酷的现实。礼品产业的寒冬更是漫长，奢侈品行业首当其冲， LV 中国区的销售同比下滑 40%， Gucci 不得不调整多家门店的营业时间，香奈儿专柜的日均成交量更是直接腰斩。钻石市场的惨状更是令人心酸，钻戒销量跌幅超过 50%， 多家珠宝店不得不转型求生，婚戒定制业务更是断崖式下跌。就连化妆品专柜也不好过，高端护肤品增长停滞，限量版产品积压，连大牌香水都卖不动了。商业地产可能是受伤最重的领域，一线城市的商场客流普遍下降 30%， 二线城市的空置率创下新高，三线城市更是掀起了一波商场倒闭潮。租金收入断崖式下跌，新商户不敢进驻，老商户纷纷撤离。商业氛围每况愈下，情侣消费场景急剧萎缩，网红打卡店接连倒闭，品牌专卖店纷纷关门。偏偏运营成本却居高不下，人工成本、水电费用、装修维护费用样样都在上涨。居家经济的崛起，当外出消费降温，居家经济却迎来了空前繁荣。外卖平台的订单量持续攀升，用户粘性不断提高，高客单价订单明显增多。家庭影院设备的销量暴涨，游戏主机一机难求，智能家居产品更是供不应求。在线教育需求大增，远程办公设备热销，数字内容消费节节攀高。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消费并没有消失，只是改变了方向。当年轻人不再把钱花在讨好他人上时，自然会把这些钱投资在自己身上。与其说是舔狗经济的终结，不如说是个人价值消费时代的开始。一个更理性、更健康的消费时代正在来临。消费革命，从舔狗经济到理性消费的转型之路。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舔狗经济的崩塌绝不仅仅是几个行业的兴衰那么简单，它标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消费观念革命，预示着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深刻转变。消费观念的革命性转变。记得前几年的情人节吗？商场里人山人海，男生们大包小包提着各种奢侈品，餐厅定位难如登天。当时的氛围就是，不管钱包多瘦，节日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少。为了在女神面前有面子，信用卡刷爆都在所不惜。但现在，年轻人的消费理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为爱花钱的冲动消费模式正在被为己投资的理性消费所取代。过去1个月工资恨不得全砸在讨好异性上，买个包，送个表，订个米其林。现在呢，年轻人开始精打细算，把钱花在刀刃上。健身房的年卡，职场进阶的课程，能提升技能的装备，
这些真正能带来自我提升的消费反而成了新的热点。很多人说这是消费降级，但我觉得恰恰相反，这是消费升级，是从虚荣性消费向价值性消费的升级。想想看，花1万块买个包送人和花1万块提升自己的技能，哪个更有意义？商业模式的深刻重构，对商家来说，这种转变简直就是当头一棒。原来那套氛围营销、仪式感消费的套路突然就不灵了。拿餐饮业来说，以前开个网红餐厅，装修搞得够浪漫，拍照效果够绚丽，菜品味道反倒是次要的。因为他们知道，情侣约会根本不在乎吃什么，在乎的是这顿饭够不够有仪式感。但现在不行了，消费者精明了，要的是实打实的价值。一家餐厅想活下去，必须得在食材、口味、服务上下真功夫。那些只会玩噱头、搞氛围的店，自然就被市场淘汰了。电商平台的转变更明显。以前首页推荐全是奢侈品、化妆品、情侣装，现在呢，健身器材、学习软件、专业装备成了新宠。为什么？因为平台最懂用户，他们清楚地知道消费者的钱包正在投向何方。社会价值观的深刻转型，这场消费革命的背后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年轻人不再把讨好他人作为消费的动力，而是把提升自我放在了首位。过去的逻辑是为了面子，花再多钱都行。现在的逻辑是面子不值钱，真本事才是硬道理。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与其花几万块买个奢侈品讨好别人，不如花这钱去考个证书，学门技术。更深层的转变是对浪漫的重新定义。以前觉得浪漫就是花大钱送大礼，现在的年轻人懂得了，真正的浪漫不在于物质的堆砌，而在于精神的共鸣。一起去健身，一起学摄影，一起搞副业，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面对这样的转变，商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那些还想靠氛围税、情怀税收割消费者的商家，注定会被市场淘汰。真正能活下来的，必须是那些能为消费者创造实在价值的企业。这种转变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一个更理性、更健康的消费环境。年轻人不再为了面子负债，不再为了讨好他人透支自己，他们学会了用脚投票，用钱包表态。那些靠营销、靠氛围的商家会被淘汰，真正有实力、有产品力的企业才能存活。从这个角度看，舔狗经济的崩塌未必是坏事，它意味着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走向成熟，消费者正在变得更加理性和清醒。这不是消费降级，而是消费理念的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商家和消费者都在经历阵痛，但这种阵痛是值得的，因为它孕育着一个更健康的市场环境。下一个黄金10年，属于那些真正懂得创造价值的企业，属于那些敢于投资自我的消费者。在这个新时代，舔狗经济的终结，正是理性消费时代的开始。后舔狗时代，消费市场的未来方向，未来怎么走？当一个万亿级的市场突然崩塌，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对商家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重要抉择；对消费者来说，这关乎钱包的去向；对整个市场来说，这决定着未来的发展方向。让我们来看看各方该如何应对这场巨变。商家的生存之道。对商家来说，短期和长期的策略必须要有所区分，毕竟活下来才有未来可言。先说短期策略，现在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止血，要让现金流活下来。很多商家已经开始行动了，米其林餐厅推出200多的工作餐，奢侈品店搞起了特卖会，高端美容院改打亲民牌。这些措施看似有被品牌调性，但在当下却是不得不为之的选择。我们看看上海的例子。
一家原本主打情侣市场的高档日料店，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经营困境后，果断转型，取消了浪漫的包厢设置，改成了开放式商务简餐。虽然客单价从原来的人均800降到了200出头，但顾客数量翻了3倍，反而活得更滋润了。但光是降价还不够，聪明的商家已经开始针对个人消费者开发新场景。比如有健身房就和写字楼合作，推出午休时段的白领健身课，有咖啡店改造成了带工位的联合办公空间，甚至有米其林餐厅推出了1人食的精致套餐。长期来看，整个商业模式都需要重构。原来那套氛围至上的模式已经不灵了，必须回归产品本质。拿餐饮业来说，与其花大价钱搞装修堆氛围，不如在食材品质和口味创新上下功夫。一家餐厅能不能活下去，最终还是要看菜好不好吃。培育新的消费群体也是关键。现在的年轻人不再盲目跟风，他们更看重性价比和实际价值。商家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把营销重点从制造仪式感转向创造真实价值。比如一些高端美容院就开始转型做专业培训，教顾客护肤和化妆技巧，把单次消费变成了长期会员。服务创新更是重中之重。现在的消费者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产品购买，他们渴望的是全方位的解决方案。我们看到一些聪明的商家已经开始行动，健身房不光卖课程，还提供饮食指导和生活方式咨询。摄影器材店除了卖相机，还办摄影培训和作品展，甚至连钓具店都开始组织钓鱼比赛和野营活动。消费者的明智之选，对消费者来说，这个市场的变化其实是件好事，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理性的选择机会。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再为了面子花冤枉钱了，他们会精打细算，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与其买个奢侈品包包送人，不如投资自己考个专业证书；与其在网红餐厅打卡，不如报个厨艺培训班学做菜。消费者的视野也更开阔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约会场景，而是发现了更多有趣的消费领域。摄影、露营、潜水、攀岩，这些既能提升自我又能社交的活动越来越受欢迎。实用性成了消费的首要考虑因素。买东西不再是为了炫耀，而是要看这个东西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实际价值。正因如此，那些能提供真实技能提升的消费越来越受欢迎。市场的新蓝海，在这场巨变中，一些新的市场机会正在涌现。首先是个人兴趣产业的春天，从摄影到钓鱼，从手工艺到烘焙，各种兴趣爱好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这个市场有多大？光是钓鱼产业就创造了300亿的年产值，而且增速远超 GDP。 其次是性价比市场的崛起，年轻人不再盲目追求大牌，而是更注重产品的实际价值。国产品牌的崛起就是最好的证明。从手机到化妆品，从运动装备到数码产品，性价比出众的国货正在赢得市场的认可。最有潜力的可能是新型社交场景的开发。年轻人虽然不再热衷传统约会，但社交需求依然存在。只不过，这种需求从1对1变成了多对多，从面子消费变成了兴趣社交。针对这种变化，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不少新模式，兴趣社团、技能互换平台、体验式社交场所等等。新时代的曙光，舔狗经济的终结，看似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实则是新时代的开启。这个新时代有几个鲜明特征：消费更加理性，人们不再为了面子盲目消费，而是会认真思考每一笔支出的价值。这种转变让市场更加健康，也让消费者的钱包更加充实。个人更加独立，年轻人不再把讨好他人作为消费的动力，而是更注重自我提升和个人成长。
这种独立性不仅体现在消费选择上，更体现在人生态度上。选择更加多元。当消费不再被面子和仪式感绑架，人们的选择自然就更加自由。无论是产品种类还是消费场景，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对商家来说，这确实是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那些只会蹭舔狗红利的企业必将被淘汰，只有真正懂得创造价值的企业才能生存。但这何尝不是一个机会？当市场回归理性，真正有实力的企业才能脱颖而出。对消费者来说，这是一次觉醒，也是一次成长。他们终于明白，消费的意义不在于取悦他人，而在于提升自己。这种觉醒让他们的消费更有意义，生活更有方向。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那些能够顺应趋势、与时俱进的人，终将在新的消费浪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那些还在固守旧模式的人，只能被时代无情地淘汰。未来已来，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在这个后舔狗时代，只有那些真正懂得创造价值、珍惜时间、注重成长的人，才能抓住新的机遇，开创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